就目前的智能手机，屏幕、相机、电池、续航、网络等等等等，你最不满意的是哪个方面呢？我相信选择电池续航的一定少不了啊。给设备充电是你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项运动，但是近50年的发展，手机的各个方面技术都已经突飞猛进，它几乎能干任何事儿，唯独电池续航似乎成为了最后一个拉胯的点。手机的锂电池为什么不能做得再大一点？你的手机为什么续航这么差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囧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。上来先是暴论，你的手机续航差都是你的错，因为你要的太多了。还记得功能机时代常见的分辨率吗？那320×240，一共也就7万多个像素，只有1080p 的1/27，2K 分辨率的1/48。当然，分辨率只是手机这么多年进步的要素之一，高刷、2K、高亮度、4摄、5G 立体声，还有线性马达、息屏显示等等等等，这些升级实打实带来的是更加优良的体验，但也迫使手机内部集成了更多更密集的元器件，最终压力都给了电池。干脆咱们把电池做大吧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4000毫安时已然成为了手机电池容量的起点。只是更大的电池似乎并没有能够带来更长的续航。在小白测评数据库之中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表现最好的手机也只剩余了51%，稍微用一用也免不了1天1充。但是续航不够，快充来凑。大功率的快充确实削弱了我们对充电这个行为的感知。但是等一下，它并没有解决续航只是1天的这个根本性问题，所以电池就不能在更小的体积里塞下更多的容量了吗？手机的电池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进步吗？其实进步还是有的，而且还不小。世界上首款量产的手机 Dynatec 8000X， 它使用的是1899年发明的镍铬电池，通话仅能维持20分钟，充电却需要10个小时，并且镍铬电池的记忆效应极其严重，需要耗尽电量才可以充电。铬还是重金属，对环境有极其严重的污染。1976年，镍氢电池问世，它利用了可以吸收氢的合金代替了铬，从而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，同时实现了更大的容量和不太明显的记忆效应。最早使用上镍氢电池的手机是1996年摩托罗拉的 StarTAC， 可以通话2个小时。其实1970年锂电池就第一次问世了，这个时候还是锂电池，并非锂离子电池。虽然可以充电但是充电会因为锂结晶导致短路甚至爆炸，所以这个时候的锂电池还是一次性电池。1980年，约翰古德伊纳夫使用钴氧化物代替了金属锂，实现了重复充电的梦想。1991年，索尼推出了第一个商业化的锂电池，一夜之间轰动全球。最早吃螃蟹的手机还是 StarTAC， 不过这个时候的锂电池能量密度也只有80瓦时每千克左右，仅比当时的镍氢电池高出1点。OK， 本期的核心内容来了，后面的内容有些硬，大家还是把初中物理4个字打在公屏上。快充再快，还是需要充电这个行为。这么多年了，锂电池的容量为什么就是不能做得更大一些呢？其实锂电池的原理和结构从1991年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但是能量密度依然在逐渐增加。目前常见的手机锂电池能量密度已经达到了200多瓦时每千克，而一些电动汽车的锂电池密度可以达到近300，已经是91年密度的近4倍了。那么为什么能量密度不能再高一点呢？锂与氧气的反应能量密度是锂电池的20倍，甚至烧木头的能量密度都是电池的10倍。怎么锂电池就这么不争气呢？原因就在于锂电池的锂含量并不多。按照估算4000毫安时的一块锂电池，锂含量只有1.2克，大概是电池重量的2%还不到。这么点锂，能量密度当然不会太高，那么增加锂含量不就行了吗？这就有点难为锂电池了。受限于化学反应和安全考量，容量不能猛增，不然就会燃烧，甚至想要知道锂电池的原理，小米10 Ultra 那期视频我们做了详细的解读，没看过的赶紧去复习。看过的小伙伴应该就知道，锂电池的核心结构就是正极、负极、电解液和隔膜。正负极就是锂离子进行化学反应的地方，最为重要。那么电解液和隔膜有什么作用呢？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能听到我说话，就是因为声波在空气中传播，空气是声波的传递介质，而电解液就是锂离子传输的桥梁。有了电解液，锂离子才能够在正负极进行移动，而隔膜的作用就是让锂离子在电解液内移动，阻止电子通行，从而强迫电子走外部电路形成电流。如果没有电解液，锂离子无法移动，没有隔膜，电池就等于内部短路就会。还记得泵漆吗？泵漆爆炸的原因就是因为电池设计缺陷，导致了隔膜破裂，内部短路，最终崩了。OK， 现在你知道电解液和隔膜的重要性了。一般情况下呢，电解液加隔膜会占到锂电池20%左右的重量，这势必稀释了用来存放锂离子的容量。但是正负极材料占到了电池重量的80%这个为什么4000毫安时的锂电池却只有1.2克的锂呢？这里的原因就是正负极的材料需要降低锂离子的浓度。你没有听错我们要主动降
降低锂离子的浓度，原因还是为了不让这块电池。充电时，正极的锂离子从正极脱线，通过电解质来到负极获得电子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在负极的锂离子获得了电子，就变成了锂原子，然后最早的一些锂原子就会沉积在负极材料的表面，随后变成的锂原子很可能就沉积到之前的锂原子之上，这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危险的状况，产生锂直晶，完全由锂原子组成的结晶。而这种结晶达到一定体积时，就会刺穿隔膜，导致电池短路。即便没能刺穿隔膜，锂沉积也会导致电池内阻加大，容量变小，发热严重。而发热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电解液就会分解产生气体，导致锂电池内压过大，然后又是。是的，锂电池想要爆炸太简单了，而为了安全，我们要阻止爆炸，而阻止爆炸就应该从源头开始解决锂沉积的问题。第一步就是不让负极的锂原子可以相互接触，让它们分开。这个时候，负极的石墨就起到了作用，石墨稀疏的层状结构可以很好的吸附锂原子，形成三明治一样的结构，从而减少锂沉积的问题。但是大量的空间被石墨占据，电池的容量肯定又上不去了。正极就不会有问题了吗？也会有，但不是沉积问题。这是常见的正极材料钴酸锂的物理结构图，和负极的石墨是不是非常相似？也是三明治的结构，但和负极不一样的是，钴酸锂的锂离子是结构正极材料的砖瓦。如果锂离子全部离开了正极，钴酸锂的正极就变成了空中楼阁，就会坍塌，钴就会代替锂溶解在电解液中，并产生气体，然后又。而为了保证安全，就需要至少50%的锂离子老老实实的待在正极维持结构。OK， 现在又有一半的锂用不了了，容量肯定又高不起来了。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？就是改善正极材料。于是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正极材料出现了。相比之下，三元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更高，甚至超越了钴酸锂，可以达到近300瓦时每千克，但是不耐热，成本高，循环寿命差，稳定性也不怎么好。磷酸铁锂电池耐高温，成本低，循环次数多，但是能量密度低，大多只有200瓦时每千克不到，同时电压低。说白了就是能充的次数多，但是一次用不了多久。看起来三元锂电池好像更好一点啊，只要控制好温度不就行了吗？所以特斯拉火了。早期的时候，电动汽车为了保证安全，大多数车企都使用磷酸铁锂电池，这也就导致了几乎没有纯电动车续航里程可以超过300公里。而特斯拉带着三元锂电池横空出世，一举把纯电车的续航拉到了500公里。震动了业界，而震动业界的并不是这500公里的续航，而是我靠，特斯拉竟然敢用三元锂，那我为什么不敢用呢？于是顺着特斯拉的路，各家车企都走上了三元锂电池的道路。问题是，即便是三元锂电池，至今最为极致的能量密度依然在300瓦时每千克左右，你的手机还是摆脱不了一天一充的命运。所以就没有又安全、能量密度又高的材料了吗？其实有的，比如固态电池，也就是将电解液转为固态电解质材料。固态电池的优点就是可以直接使用金属锂做负极，重量轻，能量密度高。理论上，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可以超过400瓦时每千克。但是固态电池的缺点也很明显，首先就是贵。固态电解质的生产成本极高，几乎没有量产。而由于电解质是固态的，电解质和电极的接触就会存在间隙，这就导致了导电性差，稳定性也不佳。同样，全新的电池技术还有吸电极的锂电池、锂空气电池等等等等，但是它们都还不够成熟。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，无法量产装在你的手机上。OK， 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啊，你的手机为什么续航这么差？因为手机电池能量密度不够高。那么为什么不能提高能量密度呢？就是不能，因为它真的会爆炸。如果一切如我们所愿啊，按照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技术目标，2025年能量密度能够达到400瓦时每千克来看，2025估计那个时候 2K 120赫兹都已经成为千元级的标配了，旗舰机的功能更是牛得上天。但是400瓦时每千克的锂电池水平，你再牛逼，可能还是免不了一天一充。不好意思，刚才相机突然没电了。这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，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。不过好在现在大瓦数的快充还有多电芯弥补了不少续航的痛点。未来谁也说不准啊，没准明天就发现了全新的材料，可以彻底解决锂电池的问题了呢。OK， 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关注我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。目前机圈的基本上已经发布的所有手机吧，我们把它的续航呢全部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里边，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即可。不过关注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